中最强大的黑道帮派名为天龙帮，身上刻下的赤火龙是他们的标志，那是由红花点缀的青龙，龙代表权力与力量，花代表活力与生机。天龙帮培养出大量拥有潜力的未成年小鬼，以弱肉强食的养蛊手段筛选出优秀的种子，有朝一日这些种子都将作为天龙的花美丽绽放。身为帮派最底层的23号房长只知道这些，他终究还是扛不住车柱英的折磨，老实招供。车柱英终于明白人渣父亲从小对他进行严酷的训练，目的就是要让他比任何人都要早开花。23号房长还以为车柱英打听帮派的事情是想加入，他自豪表示，你从现在开始好好表现，我也许能大发慈悲推荐你进天龙。闻言，车柱英冷笑一声，他一把死死掐住了23号房长的脖子。虽然23号房长确实招供了，但车柱英现在看他很不爽，所以必须再揍一顿才行。完事后，车柱英跟着其他犯人继续大扫除，他必须要弄死天龙的所有人。但少年监狱里有刺青的人无数，车柱英想找到剩下的人很麻烦。俊南民提出问题，天龙帮成员之间就没有什么共通点吗？这样一说，车柱英想起他打倒的那2个人都是房长，如此一来就需要找出所有房长。但俊南民却说没这个必要，因为下周就会举办集合所有房长交流的一场会，每季都会举办一次房长聚会，美名其约是为了增进感情，实际上却是在监狱里进行各种非法交流，因此也被称为犯罪集团大会。俊南民提醒车柱英千万要小心，毕竟这里可是聚集了全国最凶残的罪犯，能参加一场会的更是其中最危险的人物，他们的规模仅次于大型犯罪集团。1周后，一场会如期举办，房长们都听说朴忠灿和洁皮仔被叫车柱英的家伙搞消失了，这种放肆的行为令他们很不满。就在这时，大门缓缓打开，车柱英一把掰断了门口的铁锹，然后用极快的速度冲到了身上有赤火龙刺青的房长身前，他要把天龙的所有种子全部消灭。其他房长不明所以的看着这一幕，车柱英让有赤火龙刺青的房长放马过来吧，可朴道焕却冷声拒绝了他，因为房长虽然可以借维持秩序的名义使用暴力，但是这有一个前提，世上最近被车柱英打倒的3位房长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冲突。朴道焕把使用暴力的前提称为名义，而他没有名义去附和车柱英打这场无意又莫名的架，但车柱英若还是执意动手破坏这座监狱秩序的话，其他房长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然而车柱英这次的鲁莽行动只不过是为了验证自己想法，肆意妄为的话，不管是谁都会成为其他房长的眼中钉。朴道焕也看出车柱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出手，他能察觉到车柱英对天龙的敌意，但这种不自量力的行为只令朴道焕感到可悲。一场会随着主持人出场而正式开始了。这次的会议除了被车柱英打倒的3人外，其他人全到场了，而车柱英现在也成为了36号房的新房长。他观察发现，今天的会议大约聚集了15位房长，除了朴道焕以外，暂时还看不出谁身上有天龙刺青。监狱里靠房长经营来赚取收入的地方统称为卖场，而卖场的一部分收入必须上供给典狱长。主持人表示，这一季有卖场还未上供，那就是朴道焕的赌场。他微笑道，只是一时疏忽，今天之内补上。另一个白毛房长却突然说出了最近在传的一件怪事，那个建立在诚信和公正之上进行高额赌注的赌场，里面的游戏却全都是诈骗，场面顿时一片死寂。朴道焕笑道，诈赌被揭发有什么下场大家都知道，要是我的赌场存在诈赌行为的话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接下来主持人宣读完几个事项后，会议就结束了。朴道焕的赌场位于汽车维修职业训练场，赌场庄家池恩浩问对方是第一次来赌场吗？那么他推荐对方玩最简单的投资游戏。车柱英认为拖拖拉拉的就不好玩了，既然朴道焕说要有名义才能使用暴力，那么车柱英就要创造名义。他一拳轰碎了投资游戏的道具，其中的磁铁立刻露了出来。车柱英沉声道，你们根本就是一群骗子啊！世人对少年监狱的认知是在严密的管控与监视下，以教化少年受刑人为目标的地方，但26任典狱长全昌熙上台后，就把这里变成了犯罪的巢穴。监狱里存在着以卖场为核心经营的收益来源，房长通过上供收益的一部分给典狱长，以此换取普通受刑人难以想象的特权和自由。其中赌场是最令人疯魔的地方，普通犯人在输光筹码后总幻想着能一举翻盘，这时朴道焕就会给他们方法，只需犯人做一个担保即可换取大量筹码，而赌上瘾的罪犯们可以不计后果做任何事。在车柱英说出骰子里有磁铁后，赌场里顿时一片嘈杂，可庄家池恩浩却说这不是磁铁，那颗珠子只不过是让骰子保持重心的轴。说完，池恩浩掏出一块磁铁，车柱英拿着珠子靠近后，珠子毫无阻力地掉了下去。池恩浩紧接着拿出其他铁制品证明磁铁没问题，其他犯人见此嘲笑，7199突然发什么疯？池恩浩也重新拿来2个骰子想要继续游戏。朴道焕在不远处瞥了车柱英一眼，他的眼神中蕴含着说不出的意味。车柱英的钱很快就输光了，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胜负的概率的确差不多，似乎只是纯粹因为车柱英运气不好。池恩浩问他还有筹码吗？但车柱英翻遍全身却只扔出一张废纸。这时赌场内的另一个犯人也输光了所有筹码，不甘心的他耍赖，怒斥你们全是骗子，我绝对不会给你们这些骗子钱。被害人挥舞螺丝刀的手被一把抓住，朴道焕冷声道，赢钱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出声？难道你有我们诈赌的证据吗？但耍赖的犯人只是觉得概率太奇怪了，并没有证据。
那么朴道焕便让他不要闹事，影响其他客人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意味深长地瞥了眼车柱英。输光所有钱也没找到诈赌证据的车柱英回到了牢房，但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。另外两人掏出了在赌场偷的道具，原来车柱英只不过是吸引大家注意力的，这样巨南民跟马谦才能趁机动手。朴道焕的赌场如果有诈赌，肯定能在牌上找出破绽。与此同时的朴道焕正在惩罚白天闹事的犯人，不管犯人如何道歉认错，都已经无济于事。剧烈的惨叫过后，一道人影靠近了这里。池恩浩向朴道焕道歉，因为他那桌的车柱英引起了骚动。朴道焕大方表示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只需要继续为赌场好好工作。虽然朴道焕不知道车柱英为什么对天龙很有敌意，但车柱英再敢闹事，他不介意送其下地狱。36号牢房里的巨南民终于有了发现，赌场卡片背面有着大小不固定的圆点记号，所以庄家只要看背面就能猜出卡片的正面。车柱英终于找到名义了，现在就该看谁能先送对方下地狱了。在赌场内做过担保的犯人出狱后，监狱外就会有人等着他，因为那的担保实际上就是器官摘取同意书。健康身体的欧晴雪器官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原来朴道焕同时还担任着器官买卖中介的身份，不过器官商人提醒他走夜路总会遇到鬼的，万一出事典狱长可以全身而退，朴道焕只能独自承担后果。但他认为就算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也无所谓，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而掌握足以让朴道焕人头落地证据的车柱英决定今晚就直接去赌场。车柱英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那就是上桌玩游戏，然后在众人面前揭穿诈赌的真相，置朴道焕于死地。但朴道焕也已经等车柱英多时了，这次他要亲自跟车柱英玩游戏。虽然车柱英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算盘，但这样正好省得他再去找朴道焕。赌场负责人亲自下场玩游戏，顿时吸引了其他犯人的目光。车柱英这次选择玩扑克牌游戏，那么庄家提议玩简单的配对游戏，只要翻出同样的数字，就算配对成功可以继续翻，若配对失败就要轮到对方翻牌。这个游戏的关键就是要记住翻过牌的位置，知道记号存在的人对这个游戏势在必得，而不知道的人当然会输得很惨。但令车柱英感到意外的是，这次纸牌的背面根本没有记号。据联名惊讶，难道是太小了看不到吗？马谦则看出确实是没有记号。朴道焕诡异地笑了起来，他意味深长道：我们赌场用的是从国外空运回来的顶级纸牌，不熟悉传统赌场游戏的客人可以从抓小偷这种简单的游戏开始玩起。巨南民跟马仙偷卡片早就被朴道焕发现了，现在车柱英已经丧失了名义，朴道焕直接拿出一大笔钱下注，但车柱英根本就没准备钱来。见此，庄家再次掏出了器官摘取同意书，每个器官的价值都有所不同。眼看车柱英没有反应，朴道焕戏谑着问他：该不是怕了吧？巨南民跟马仙明白这个游戏肯定也暗藏诈骗的方法，趁现在没下注还来得及收手。但下一秒，在场的所有犯人皆是一惊，因为车柱英这个疯子竟然从发根到脚趾头全部梭哈。巨南民跟马仙都不知道车柱英在想什么，明知道对手会诈赌，竟然还敢赌上所有器官。下注完配对游戏也就正式开始了，由车柱英开始翻牌。他第一张翻出黑桃八，第二张是红心九，配对失败就轮到了朴道焕，他翻出了一张梅花九，那么只需再拿起车柱英刚才翻出的红心九即可配对成功。其他犯人惊叹朴道焕开局运气就这么好，但身在局中的他可明白这不是运气。朴道焕早已记下了所有纸牌的位置，因为他在玩游戏前就事先跟庄家串通好了，所以这是不会留下任何诈骗物证的手法，对方只能束手无策的坐在那里被抢走一切。朴道焕对此只感到可悲，他曾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可靠的男人。朴道焕很喜欢每天认真工作赚钱回家的父亲，但那一切都只是假象。自从父亲进入赌场后，一切都变了，他甚至欠下了5亿的高利贷，而且像个傻子一样全然不知自己被造假的游戏机骗了。朴道焕不像父亲那么愚蠢，他选择做欺骗的那一方。车柱英现在处于极大的劣势中，其他犯人纷纷嘲笑他之后器官被掏空特别哭哭啼啼的，但车柱英却让他们看好了玩这个游戏的诈骗手法。车柱英连续翻出了2张皇后牌，然后又翻出了2张5，不过就算一时走运也很难追上朴道焕的16张牌。但车柱英翻牌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他竟然一次没错全猜对了。朴道焕不明白这怎么回事，纸牌的位置明明只有他跟庄家知道，然而庄家却也在这时朝他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那时池恩浩在赌场营业时间结束后注意到地上的废纸，这正是车柱英扔给他的，废纸上写了一个时间和地点，池恩浩准时前来赴约。车柱英直言自己发现了纸牌上的问题，但他也明白发现纸牌被偷的赌场会换成没有标记的牌，所以车柱英找池恩浩出来是为了救他的，因为庄家都是欠朴道焕钱才会替他工作，他们也都用器官做担保借钱了，只要池恩浩帮忙，车柱英答应会替他还清债务。但池恩浩可不愿意冒风险，车柱英又问他出狱之前能还完欠朴道焕的那么多钱吗？1周后没还清钱出狱的池恩浩下场显而易见，没有人会希望重拾自由后就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。车柱英要池恩浩做的事情很简单，那就是在所有人面前揭穿赌场的诈赌。一次性拿完所有牌的车柱英笑道：是该说我运气好呢，还是说跟庄家串通好提前背下所有纸牌位置的我记忆力特别好呢？话音未落，全场便一片哗然。池恩浩也在这时说出一直以来赌场里的所有游戏都是诈骗，他可以告诉其他犯人每个游戏都用了哪些诈骗手法。所有犯人立刻将矛头调转向赌场负责人朴道焕，沉声命令他们别开玩笑了。下一秒他便被车柱
打倒在地。这样的名义已经足够了。刘道焕说过，要是自己赌场诈赌的话，就任凭其他房长处置。那么车柱英便听他的话，直接宰了他。